去你丫！每个动作。KO！ 中国小伙真牛逼，直接把日本的顶级拳王给踹倒在地，对着他的脑袋猛踹几脚。究竟发生了什么，竟然令咱们中国选手如此愤怒，不惜面临着被红牌罚下场的代价，也要猛踹几脚来解气。一切的原因都很简单，只是因为这个日本选手赛前疯狂叫嚣，不但各种不尊重咱们中国记者，甚至还挑明了表示自己来中国打比赛就是为了赚钱，要不是你们追着给我送去，我才懒得来你们中国打比赛。他就是臭名昭著的日本捞金怪原田显悟，只因为在日本拿到过空手道冠军头衔，所以就抬高身价，为了给自己吸引热度，甚至还公然表示中国功夫不堪一击，完全不如日本空手道的一半。赛前的这番言论也是将咱们国内很多中国选手都给激怒，纷纷表示要让他吃不了兜着走。不过赛事方也很懂事，这次将咱们中华武术代表者王延龙给派了出来。简单介绍一下，王延龙这位小伙子从小就痴迷于咱们中华传统武术，别人在研究散打泰拳的时候，他还在苦心钻研咱们中华传统功夫，甚至在12岁的那年就拿到了中华传统武术第1名的金牌，之后更是全身心投入到中国搏击事业。各大赛事方也发现了他的闪亮点，所以只要有日本选手来咱们中国打比赛，都会第一个考虑派出王延龙。此次机会难得，终于碰见了一位嚣张来华捞金的日本选手，王延龙更是把握住机会，今天就是要凭实力让他吃不了兜着走。知道你是来中国捞金，那就让你知道中国人的门票不是这么简单就能带走的。那么比赛开始前，还希望屏幕前的各位帅哥能动动发财的小手，点赞支持。小编在这里祝大家财源滚滚，好运不断。那么咱们直接来到比赛现场。比赛开始之后，日本选手气势汹汹，竟然在咱们的擂台上表现得如此具有侵略性，不断的挥舞拳头，试图在第一回合将王延龙的气势给压制。但是明显他是有点想多了，既然能让你和咱们的传统功夫大师同台作战，那么今天的主角必定不会是你一个小小的空手道冠军。分别是红方选手王延龙来自中国，蓝方选手来自日本的原田显悟。刚才原田显悟做了一个典型的散打的一个技法啊，摆拳之后顺势做了一个抱腿摔的一个动作。我在场上看王延龙的这个肌肉类型很好啊，从发力上扫踢，包括后手直拳，这个爆发力很强。这场比赛对于王延龙来说，基本上没有感到任何压力，毕竟自己习武20多年，对付一个小小的空手道冠军还是10拿9稳。从王延龙的脸上，我们也能时不时看到他灿烂的笑容。估计日本选手的招式在他眼中不过都是花花架子罢了。而且从攻势上来看，只要日本选手敢反击王延龙，那么下一秒就会立刻遭受到王延龙更凶猛的反击。其就观赏性。是的啊，我们看他的动作，转身动作这种非常夸张的动作用的也比较多，非常漂亮的动作。当然我们知道原田显悟啊，其实还有一个身份就是前日本 K1 名将小比类卷贵资的这个得意门生。我讲日本选手的打法普遍啊，每一次的发力啊，并不是发100%的力量啊，每一次发力都会保持自己核心的这个控制能力啊，不受。在日本选手出腿进攻的瞬间，王延龙也是一个箭步冲上去，轻松将其放倒。随后也是出现了开头的那一幕，用脚猛踹日本选手的脑袋。看得出来，王延龙内心是十分痛恨日本选手的，表面上笑嘻嘻，只是为了让对手降低防备心。虽说这种打法有些小失武德，但是身为一个中国人，小编不得不说一句，踹得漂亮。毕竟日本选手赛前的观众行为实在有些让人不痛快。另外就是你想来中国捞金，那就一定要付出数百倍的代价。能在擂台上看到日本选手被暴揍，相信在座的各位现场观众花多少钱也是值得了。讲到日本选手打法比较粘性很足，而且这个从第1局到第3局的节奏啊，从来不会改变。如果细心一点的观众可以通过观察这个王延龙的腿部哈，我们分别发现他的左腿外侧和右腿内侧有很明显的这个被扫踢过留下来的痕迹。虽然原田显悟到第1局开始到现在出的这个动作并不多啊，但是这个效果还是结结实实打在王延龙这个手上。Stop! Fight! 王延龙一定要注意保持自己体能以及节奏的分配啊。现在比赛来到第2回合，王延龙这位小伙子还有着另外一个身份，从他的出招动作就能看到什么叫做流畅。他还是国内的顶级动作指导员，在各大武打剧组中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王彦龙简单的几个招式都能吓得日本选手走不动路。这场比赛，王彦龙完全给发挥成了个人表演赛，从头到尾压着日本选手暴揍，打出的新奇招式也是让台下全迷为之疯狂。好，一次后手啊，轻轻命中，但是好像效果并不是特别大。原田显悟的这个前手啊，今天用的很好，一直在放在这个王彦龙这个眼角的部位，试图做一个干扰啊。第一个作用是保持距离，第二个是干扰王彦龙，第三个为自己的后续的动作打击啊做铺垫。这个习惯非常好。这是一个类似于一个舍身踢没有做完整在表现形式上有点像这种前滚翻。在王彦龙眼中，这个日本选手完全就是为了挣钱，所以来中国打比赛。不过这门票钱肯定不能让他这么轻松就给赚回家，所以在擂台上也使出了各种夺人眼目的精彩动作。日本选手心里应该也很清楚，自己来到中国擂台上就是为了挨打，为了让更多拳迷看到中华武术的精彩性。估计日本选手之前也是挨揍挨习惯了，所以也显得格外抗揍。就算王彦龙连续组合重击打在他身上，他也能面不改色一声不吭。不过王彦龙的招式一般动作幅度都比较大，所以体能这方面会有更高的需求。明显的降低了。原田显悟还是比较在自己的一个节奏范围之内的，并没有受王彦龙很大的影响。看，随着比赛的不断进行，王彦龙两人突发猛攻，本以为是一场激烈的内围对拼，没想到日本选手的大门牙竟然碰到了王彦龙的脑袋，瞬间日本选手的大门牙就差点掉了。也有人说，日本选手这番行为是为了躲避王彦龙的进攻，以此付出代价，只是为了给自己留一些喘息的机会，因为他吃到王彦龙的连续重击，也是多多少少有点心里过意不去。对，这是双方冲进去之后啊，王彦龙在做低头防守的时候，用头顶撞到了原田显悟这个嘴唇。从双方的肢体对抗上来说，明显原田显悟这个身体的力量啊，不如王彦龙。但是原田显悟他有一个非常有优势的特点，就是在推动作发力上，很会控制自己的节奏，让自己始终保持一个在。日本选手为了能拖延一点比赛的时间，竟然还用脑袋去撞王彦龙，估计是认为王彦龙在擂台上的名场面有点太多了，所以一直丢脸的他心中过意不去，这才各种迷惑行为来拖延比赛节奏，真是给日本搏击界丢脸。但是我们看王彦龙的楣弓的。王彦龙经过刚才处理伤势一个短暂的一个调整啊，上来之后这个进攻越发凶猛。第二局比赛现在来到第3回合，王彦龙开局就从擂台这头冲到了擂台对面，显得整个擂台十分的小，根本没有办法把自己的招式给完美发挥出来。比赛进行到现在，其实已经能够分出胜负了。在上回合，日本选手更是被揍得满地乱跑，不是吐血就是脑袋疼。想要赢下比赛，对于他来说基本上不太可能，毕竟这场比赛举办的时候就没有打算让日本选手有任何获胜的可能性。王彦龙现在发力每一次动作啊幅度都很大，而且这个动作的运行的轨迹啊路线也很长，所以会出现一个动作发力完整之后，双方就因为身体的惯性会冲撞在一起这么一种情况。所以我觉得对于王彦龙和原田显悟来说，一定要注意双方身体冲撞时这个头部对自己的搏斗部位的撞击啊。哇！刚才王彦龙在后手进逼的时候，又一次用自己的头啊撞到了原田显悟的这个下巴。我觉得每一次两个人的这种近身的搏战啊，都是两块石头碰在一起的感觉。是的，此时日本选手已经有些妥协的意思了，他也知道自己的实力水平完全不是王彦龙的对手，所以在攻势方面也是变得格外谨慎。不过王彦龙这时候可没有一点放过他的意思，在擂台上施展出各种刁钻的打法战术，也是把观众给看得团团转。这个有点像我们传统武术当中的这个
第3啊。刚才那一拳只是破坏了一下重心，并没有让对方有这个就是给对手重击的这种打击。自由搏击比赛当中是不被计入这个评判的标准的，可以作为一种扫踢的破坏对手平衡的一个技法。Push.双方纠缠到了最终比赛也是结束了，王彦龙在意料之内成功的赢下了这场比赛。那么你喜欢王彦龙这位选手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们下期不见不散。